欢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这期呢就正式开启瓦罕走廊的行程了。我已经从巴米扬回到了喀布尔，这里呢是喀布尔的北部客运站。我将从这边呢坐车，然后去到瓦罕走廊的门口。这边的车费呢是900阿尼一个人，路程是非常遥远的。瓦罕走廊可能大家不熟悉啊，那么我们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瓦罕走廊吧。瓦罕走廊是从阿富汗最东北部向东延伸至中国新疆塔县的狭长地带，也是中国和阿富汗唯一接壤的地方，为帕米尔高原南端和新都库什山脉东北段之间的一个山谷。广义瓦罕走廊长约400公里，其中在阿富汗境内长约300公里，是古丝绸之路上华夏文明连接希腊、波斯和印度文明的走廊。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都途经于此。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瓦罕一直被攀及于帕米尔河两岸的一个公国统治。值得一提的是在1750年清朝收复新疆，同时也短暂控制过瓦罕走廊。现今的瓦罕走廊的阿富汗地带是1895年的大英和与俄罗斯两大帝国博弈而划定出来的缓冲区。现在已经上车了，这是车厢的内部环境。哇，感觉今天又是一个很难熬的一天，非常的窄啊，周围而且没有充电的，啥都没有。这个车厢实在太热闹了，就跟菜市场似的，卖什么的都有，卖鸡蛋的都有，你想象吗？卖鸡蛋的都有，还有卖扇的。这边的空调不热的，不冷的，不制冷的。中医出发了，本来是2点的，结果4点钟才出发。延迟了好多，可以看到他们车上悬挂那个符呢，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平安符，是他们穆斯林的平安符。乘坐当地大巴从喀布尔出发，翻越新都库什山脉，经过14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巴达散省的首府法扎巴德。再包车150公里5个小时，到达瓦罕走廊的入口伊斯卡辛。这是我们中途停车的地方，这里呢也是处在新都库什山脉的海拔在2000多，这边也是有一个小村庄的，也看到他们都会停车，然后下去做礼拜的。这边有小卖部，看他们卖什么。哦，这个卖有点像奶酪哦。Hello, how much? How much? Baby, sorry. How much? How much? Yeah.好啊，好可爱！你看这边的小朋友很小就要出来工作了。买了一个饼干加2瓶水，价格呢是150阿尼，相当于2美元不到。这边的乘客都下来了。现在呢是晚上9点21分，终于走出新都库什山脉了。然后现在准备停车吃饭。这边呢就是一个餐厅，也算是一个服务站吧。哇，这边还有海鲜啊，在炸鱼啊，炸的鱼仔非常的香啊。现在呢，已经来到他们的省会了，然后在这边再转一辆小的车，去到瓦罕走廊的入口处。这里呢就是巴拉散省的省会法扎巴德，可以看到它也是在一个河谷里面的，但是建设的很不错啊，真是。看道路也是非常的新，可以看到路边的路灯呢还是太阳能的。我们现在到这里呢，现在也是早上6点多。已经过去14个小时了才到省会，现在还要去到瓦罕走廊的入口处，大概还有150公里左右。
现在开到了城市外面，可以看到也是这种柏油公路啊，路也是修得异常的好。它整一条公路都是沿着这个阔克查河来修建的，感觉这个阿富汗的偏远地区的基建比阿富汗的中心建设的还要好。这里呢也是距离瓦罕走廊很近的地方了，只有100多公里了。哇，好多羊啊，公路上，而且还看到很多中亚的牧羊犬在这里看守他们的羊群。好多羊，你看这中亚的牧羊犬。这是路边卖香瓜的，或者说哈密瓜，但是它不是哈密产的香瓜。对，有小有大小不一。哇，这是小毛梨，很漂亮。可以看到啊，这个呢就是阔克查河啦，种了很多的向日葵啊。这边的农作物估计是很肥沃的。现在呢海拔只有1000多，等一下去到那个入口那边呢，就是海拔在3000左右。这就是我坐的小车，现在继续出发。可以看到这个小镇的商品还是很足的，什么都有啊。这里呢是北部，所以说它这边它是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所以这边的基建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完善的。这边是一段一段的，像这里呢路又好很多了。当地村民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驴啊。这边的山泉水呢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好清甜啊！可以看到这条路呢，断断续续都有这种柏油公路了。这是当时美军的时候所修的。当时修这条公路最主要的价值呢，就是想跟中国开通瓦罕走廊口岸了。这样的话，物资呢就是可以从瓦罕走廊来到阿富汗。但中国有自己的考虑，所以就没有开通这个口岸了。可以看到啊，这些呢就是当时修路的施工队的设备啊，现在好像已经废弃了，希望它可以早点重启吧。这样的话就可以早点把这个路完全修好。当然，这个路修不修也有一些经济的考量在里面的，因为像瓦罕走廊里面一共才1万多人。要是不开通瓦罕走廊的话，其实修这条路是经济价值不高的。从这个山体的颜色看出来，就是一个矿山来的，但不知道是铁矿呢还是锂矿啊。所以说，其实这条路修好了，还是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包括这边的矿藏是很丰富的。有懂行的观众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这个是什么矿啊？现在在往下开了啊，可以看到这条河的对面呢就是塔吉克斯坦的，往右手边的开呢就是去瓦罕的，这里呢就是瓦罕的入口了。这里是住的房间，就3张床，这么一个房间是20美元。这里呢可相当于是一个民宿啊 ，guest house。然后这边是院子，刚才看了他房间了，来看一下他那个厕所怎么样吧。还挺大的啊。哇，还种了苹果树，院子挺大的。这边呢就是它的冲凉房 ，hot water，hot water， 然后 OK。Afghan shower。啊。
哦，OK，哦，是这样洗的哦。转乘当地的小轿车，经过5个小时，终来到 East Kasims， 也就是瓦罕走廊的入口。同时，它也是一个边境小镇，是跟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在这里呢，是需要有这个许可证，它才给你进来的啊。所以说大家呢不要自己就过来了，一定要办好许可证才可以进来。要是算上从喀布尔出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9个小时了，真的非常的累。那我呢就先在这边休息1到2天，休整一下，来逛一下这个小镇，再正式的进入瓦罕走廊。East Kasim， 阿富汗巴德散省通往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城镇，位海拔3037米的肥沃山谷中，人口约12000人，属富极地气候，夏季短暂宜人，冬季寒冷多雪，但相较邻近地区已属温暖地带。这里是瓦罕走廊的入口，冬季唯一可到达的地方，也被作为瓦罕走廊的最后补给站，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小镇上设有许多的小商店、旅馆、学校和政府大楼，当然也是阿富汗的边境部队驻扎的地方。我住的民宿呢是在村里啊，那边才是小镇。那里呢也是整个山谷最大的定居点了，大概有12000人。那边那个呢就是塔利班的关卡，刚才从这边过去的话，他要那个复印件，然后才可以过来。因为这边过来之后啊，这条路呢就是往瓦罕走廊走了。这里是当地的牧牛人。Salam Salam Salam Yeah Scare Yeah。 这个路口呢就是去瓦罕走廊的了。现在呢先去小镇逛一下，这个小镇的海拔是3000米啊，算是这里比较低一点了。再往里面走呢，平均海拔是在4000的。那边塔利班在休息，这边呢是村民路过的地方，可以看到啊，这边男人跟男人呢牵手走路是很正常的。前面就是市中心了，可以看到这边的民俗服装还挺好看的啊。现在往前面走就是大巴扎，先吃个饭。整个小镇也不大啊，这是应该说是这个小镇的中心嘛，大巴扎。这边都是卖水果、卖油的。前面呢就是塔吉克斯坦了，可以看到这边的商店关门还挺早的啊。可以看到这些山脉非常的雄伟，而看到远处白雪皑皑的雪山。这边呢就是帕米尔高原，然后这边呢就是辛都库什山脉。这是当地的理发店，这是理发师 Tony。这边理个头发价格呢是150到200之间，按你。这里呢就是当地的木材啊，大部分就是杨树和法桐树。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es. 看他们工人在这里工作啊，在这里看更明显。那边是塔吉克斯坦，往这边走呢就是瓦罕走廊。这就是我住的对面，现在这个小镇在这一边。可以看到这边都是以放牧为主的，有放牛、放羊，还有驴子啊。但他们当地是不吃驴的，因为他们是穆斯林。这是餐厅的环境，可以看到啊，很多中国70、80年代的画都在这里有。然后现在呢点的这个汤呢是30，有点像河南的胡辣汤，但是它是加了鸡蛋，味道跟胡辣汤有点像的。哇，它还放了一点薄荷精在里面。还有迷迭香。对，还有迷迭香。哇，这料好足啊！吃起来的口感其实就是饼了，或者是面皮了，然后加着鹰嘴豆，然后一些酸奶，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也是主食的，这里没有肉。Are you in school? No, I No. can't go to school. Oh, you can go to school, but you can. How do you learn the English? Where? I learned in the school and the last. Before 2 years Yes. ago. I see. And so you are university student, right? What? So I mean, you studying in university, but before 2 years ago. Yes, I Oh, I want see. to Go to and university. I like. I Uh. want to and
I like want to a doctor. Oh, you want to be a doctor? Oh, but yeah, now unfortunately, I'm so sorry. The situation. I'm so sorry about the situation. You Just do you have job? no, No job. Tajikistan. Yes, Tajik. Oh, Tajikistan. Yes. Asia. Yeah. Okay. Okay.